一个孩子真的能搅得一个家鸡飞狗跳寸步难安吗？如果这个孩子并非你亲生，甚至你连一个姨的名分都没有，他却成了你生活的全部重心，你会选则忍让改变还是决绝离场？我放寒假的第二天，曹子安就一脸轻松地把侄子曹瑞兴接到了我们家进门那一刻，他还边脱大衣边笑着说：“老婆来帮个小忙呗，妈住院了，爸要照顾他，没人看瑞兴了，咱家最合适。”我正躺在沙发上复习下周的讲座提纲，听到这话，一瞬间整个人都坐直了。等等，你说谁？我怀疑是自己听错了瑞兴啊，他理直气壮地把孩子推到我面前。你也知道，他爸妈早就离婚了，一个再婚带娃，一个整天在外跑业务，他这会儿没人管，只能我们帮。把我瞥了一眼，脚边拖了2只脏兮兮球鞋的曹瑞兴正坐在地毯上掏着口袋嚷着要 WiFi 密码。我深吸了一口气，那你哥呢？他是亲爹，他干嘛不带哥刚？嫂子从林氏赶回来，昨天妈动完手术，他们也在医院陪了1天，今天一早就回去了。那边公司催得紧，他说的轻巧，眼神却闪烁嫂子，他不太愿意带瑞兴。家里还有个1岁半的小的，怕2个孩子冲突，我忍不住冷笑。他是怕冲突还是怕被毁？曹子安没接我的话，只耸耸肩，又把话题绕回来。反正你也放假了，在家也闲着，顺便还能给瑞兴辅导作业。你不是老师吗？曹子安，你真会安排我。我盯着他。那你打算付我多少补课费1节课？我外面收150，带孩子全天。还得算3顿饭和精神损耗费。他脸瞬间黑了。林若兰，他可是我们亲侄子，你怎么开这种口？那你妈呢？他前几天刚说我不是外人了，怎么一到世上所有家人的麻烦都砸到我头上？我语气不重，却句句在理。他张口结舌半天，挤出一句：“你怎么这么不近人情？”我看着他身后那个正掀起地毯，把我的新拖鞋往花盆里塞的孩子，脑中忽的一沉，预感这个寒假注定不会安宁。曹瑞兴8岁，据说是个可怜孩子，因为爸妈离异，从小被爷爷奶奶带大，没受过教训。可怜并没有换来他一点点温顺。上回他来家里，短短5天砸了电视，摔了茶具，还用剪刀剪了我新买的皮包，只因为我不让他吃第7根火腿肠，他还从我书房拿走马克笔，在厨房门上画了个外星人，说是要辟邪。当时我也没说什么，因为那次曹子安请了假，在家全程自己收拾残局。但这次不同，我还有备课任务，单位新学期还要交微课视频，领导盯得紧，我哪有空当保姆？你带来的孩子你自己看。我语气冷淡，你没经过我同意就决定这事儿，别想我替你擦屁。是曹子安一听脸都僵了，我妈刚手术出来，爸都快累瘫了，你真不打算出一份力？他不是还有个儿子吗？我反问，你哥就能整天撇清事儿，等着你们全家把责任推给我？我不是大院种田的。他气得拎起外套往外走。林若兰，你行，咱们走着瞧。曹瑞兴见状也不管自己，跑到茶几旁翻糖果，嘴里嘟囔，这个家真无聊。我站在原地，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感笼罩全身。刚结婚那会儿，邹秀芝热情得像春日暖阳逢人，就夸我懂事得体，我以为自己嫁进了个讲理家。可时间一长，我才发现她所谓的好媳妇标准其实就是无条件接盘。我坐回沙发，望着那孩子跳上跳下，心中泛起一丝说不清的荒凉。我忽然想起个多月前刚订完婚那天，父亲悄悄拍了拍我的手，说女儿记住婚姻不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要对自己好一点。那时我还笑着说，爸你太多虑了。现在想老人家的话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林老师，您家是不是又有孩子在家里闹腾？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了。我们楼上老人心脏不好，昨晚吓得都犯病了。我刚打开手机准备看看邮箱，门铃便响了。门外站着的是1楼的王阿姨，皱着眉头看着我，语气虽不算咄咄逼人，却也毫不客气。我顿时一阵头大，低声道，王阿姨不好意思，是我老公他侄子临时送过来几天，我会好好管教你，是个讲理人。我就直说了，那孩子上回还往我家猫盆里扔石头，我孙女看见吓哭了。小孩子是淘气，但也不能没边啊。我连连点头道歉，关上门后回头望向客厅，曹瑞兴正骑在我新买的懒人沙发上，双脚朝天，手里挥舞着电视遥控器，嘴
里喊着什么发射消灭怪兽怪兽，就是他嘴里的我。我走过去收起遥控器，他猛地一跃而起，指着我吼还我武器。你是不是想死？我怔了几秒，然后缓缓蹲下来看着他。曹瑞欣，你妈妈教你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他冷哼一声，我妈才不管我，我外婆说我最大，说完竟然踹了我一脚，幸亏我闪得快，不然这一下就得破相。我心头一沉，走进厨房，拿出备用手机拨通曹子安的号码，那头接通的很快，但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心凉了半截。我正在忙呢，有啥事晚点再说。你儿子刚把王阿姨家猫盆砸了，邻居上门投诉了。不是我儿子，他语气倏地冷了。你别老说这种话，你什么意思？我声音也低了几分。你不是答应帮我带几天吗？怎么动不动就埋怨林若兰？你是不是太玻璃心了？我还没回话，他就匆匆挂断了。手机嘟的一声断线，我望着屏幕好半天才慢慢放下阳光，透过课听的纱帘落在我脸上，却带着寒意。我走进书房，打算重新整理那份本应早上9点提交的新课例开发提案。打开邮箱，看到领导发来的简讯：林老师9点15分开会，你缺席了，有重要任务布置，请尽快补交材料。我看了眼时间，已经10点半了，全公司都知道我原是那种雷打不动提前半小时上线的老师，可今天被这个混世魔王闹得前后焦头烂额，连时间概念都没了。我没心情解释，埋头赶工。可我刚刚在文档上打出第一段标题，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哭声。呜呜，你手机密码多少？我下不了游戏。我冲出去，只见曹瑞欣正坐在我床头，手里拿着我主力手机，脸涨得通红，明显是多次尝试失败被锁屏。他把我的手机乱按了一通，导致账号自动锁定，系统显示已冻结，需身份验证解锁。我几乎要崩溃了，那手机里有我近3年所有教学素材，银行啊，还有校务系统绑定。最要命的是下周我还要上传微课视频，拍摄软件也在那台手机里。谁让你动我的手机的？我终于爆发，你没经过我允许就乱碰东西，你有没有规矩？举他一边哭一边大喊，你是坏蛋，我告诉我奶奶你欺负我，我要叫我爸爸来揍你。我只觉得一股无力感从脚底爬上来，把我整个身体掏空了。正当我拿着身份证准备去楼下营业厅补卡时，手机响了，是银行客服。您好，您刚才 App 发生一笔消费异常，请问是本人操作吗？我怔住了，什么消费？刚刚在某游戏平台充值600元，设备为 iPad mini， 绑定账号为我。闭上眼，怒火直冲脑门，回头望去，曹瑞欣正躲在沙发后，用我的 iPad 疯狂点着界面。他没发现我回来了，一边喊着我要买大招，我要当 VIP， 我奶奶说我最棒。我走过去，一把夺下平板，他又哭又闹，甚至张嘴朝我胳膊咬来。我用尽全力忍住没有还手，嘴唇发抖。是的，说你爸回家以后，我要好好和他算一笔账。这一刻我意识到忍耐没有底线，只会让人习惯你的低姿态。你越是善解人意，就越容易成为别人眼里的免费保姆。夜里12点，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写完课件，交稿时间已过3个小时。校长回复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下次不要再以家庭原因耽误教学安排。而那是孩子此刻躺在我客房的床上，呼噜震天，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撕碎了我原本平静的一切。我望着天花板，耳边仿佛还回响着他那句我要告诉我奶你打我了。我闭上眼，心中隐约升起一个念头，这个家也许并不是我该留的地方。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曹瑞欣，那是去年暑假的一个傍晚，天热的让人窒息。我刚下晚自习，回到出租屋，刚拧开矿泉水瓶，就接到曹子安的电话。他声音带着几分讨好老婆我哥，临时出差，嫂子带小的去打疫苗。瑞欣没人管，能不能让他来你那儿待几天？我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哥嫂那么大人了，还能让孩子一个人飞过来？他们放心你吗？你不是一直说喜欢小孩吗？我时咬咬牙答应了，心想着孩子来了就来了，反正自己也需要练练耐心。结果第二天下午，一个满脸不耐、身穿名牌运动套装、戴着墨镜的小大人出现在我家门口。他从头到脚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你就是我小婶啊，跟照片不太像。我愣了一下，你见过我照片？我奶奶手机里全是你，老说你聪明会做饭爱干净。是
他说的倒也坦然，但你没照片上摆我笑容有些僵进来吧。洗手吃饭，他哼了一声走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的空调开到最冷，又拉开冰箱，家里有雪糕。妈，吃饭前别吃甜的，我温声提醒他，啪的一声把冰箱门关上，嘴里低声骂了句什么。那几天我才算真正见识到什么叫无法无天。他打翻了我的香薰。竹说味道难闻，用指甲刮花了。我刚买的办公桌说颜色太土，最离谱的是有一晚我洗澡出来，发现他正把我衣柜里的裙子披在身上，说我演白雪公主。我忍了，我告诉自己孩子调皮是正常的，况且他毕竟不是我亲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第5天那晚我彻底绷不住了，我准备第2天上公开课，一直熬。夜改 PPT， 凌晨1点多，忽然听到厨房传来哐当一声，我冲进去，看到曹瑞欣正踩着椅子，手里拿着厨房的打火机，正在试图点燃一张纸，我吓得魂飞魄散，一把夺下他手里的纸和火机。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他瞪着我，一脸不服气，你凭什么管我？你不是我妈我奶奶说了，我最大那一晚我没在多说一句话，只是把他送回自己房间，门反锁，转身倒在沙发上，泪流满面。第2天一早，我亲自把他送到他爸那边。曹子安接孩子时还笑嘻嘻地说，你看瑞心跟你处的挺好吗？我没回话，只是那天晚上曹子安带我吃了顿火锅，点了我最爱吃的菌菇丸子，一边吃一边道歉，孩子是皮了点，但你教育的挺好，你放心，等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一定不会这样。我听着他的话，心里虽然还有疙瘩，却也渐渐松动。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小插曲，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成了我噩梦的开始。回到现在，坐在书房，我望着那台被曹瑞欣用橙汁浇过键盘卡顿的笔记本，满心都是疲惫。我突然想到，那个当初说要和我共建温暖家庭的男人早已在柴米油盐里暴露了真相，他并不真的关心我是否累了，也从未把我当作独立的个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天然义务承担者，是他母亲嘴里那个命好能嫁进曹家的女人，而曹瑞欣不过是这个家庭失控的一面。镜子晚上8点，饭桌上我煮了米粥和炒蛋，简单应付他，坐在餐桌边翻着手机。第一生说，你觉得瑞欣现在的状态适合待在咱家吗？他眼皮都没抬，你什么意思？我不适合管孩子，我也没空更没义务。我看着他，你哥嫂不行，你妈不行，最后就轮到我来背锅。林若兰她放下筷子，你就不能通融一点吗？你怎么这么冷漠？我盯着他许久，终于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是不愿意帮，而是你从没问过我想不想。他愣了一下，转而皱眉，你别扯这些有的没的，小孩子不就那样忍忍就过去了。我想起当初父亲的那句话，越是在小事里不被尊重，你未来的活就会越来越小。那一夜我失眠了。凌晨3点，我收到一条语音，是校领导发来的，林老师，明天教委会抽查几位中青年骨干教师上课视频，你那份麻烦今晚发我审核。我看着屏幕，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走到了某种极限的边缘，再多一次无底线的退让，也许就真的回不了头了。清晨6点，我刚起床，打开厨房门，就看见曹瑞欣正把整袋白糖倒进我那锅还未煮沸的粥里。他脚踩着小凳子，双手托着糖罐，眼神里透着一种近乎挑衅的得意。你干嘛？我冲过去夺过罐子，我要吃甜粥。他头也不回，上次奶奶就这么做的。我深吸一口气，将粥锅从灶上撤下，糖已经糊在锅底，粥全毁了，这锅不能吃了。他翻了个白眼，像个小老头，那你再做一锅呗，你不是最会做饭了。我没回他的话，转身将锅放进水槽，默默开始清洗。他在背后边踢拖鞋边嚷嚷，我要吃蛋糕，我要喝可乐。你不是老师吗？连小朋友早餐都不会弄。我咬紧牙关，手上的水越来越热，我却丝毫感觉不到。这一刻，我忽然很想打电话给我爸妈，问问他们当初是太急着把我嫁人了。早餐结束后，我简单换了身衣服，准备去单位处理视频资料。刚打开门，曹瑞欣就问，你去哪儿？我要跟着。你不行。我冷冷回头，我不是你妈妈，也不是你保姆，你要抛下我。他一副受害者的模样，我要告诉我奶奶你虐待我。我懒得搭理他，这个孩子就像一块放了3天的臭豆腐，一碰就崩问就炸。他不理解规则，只信任权力，不懂感恩，只会索取。我刚走出门，他就开始在屋里尖叫砸东西。我没回头，整整1个上午都在校区那间隔音很差的
小会议室里剪辑教学视频，耳机里是自己的录音耳朵，却满是昨日那孩子的哭嚎和摔门声。林老师，这段您是否要保留？年轻的技术员站在我身边问。哈，我抬起头看着屏幕上那个笑着讲课的自己，忽然有些恍惚。删了吧，我低声说，您看上去不太舒服，要不回去休息？我摇头，继续沉默的剪辑，因为我知道，但回家等待我的不是休息，是下一场家庭灾难。中午我回到家，刚一进门就看见我那盆养了3年的琴叶榕倒在地上，涂洒了一地花盆，碎成几片泥干。我声音几乎要颤抖，他挡着我玩遥控车的倒了。曹瑞新甩了甩头发，反正他又不会说话。我深吸一口气，声音冷得能结霜，去扫干净。他一听立马尖叫，你吼我，你凶我，你欺负我。曹瑞新，我第一次冲他吼出来，你已经8岁了，不是婴儿，你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他吓了一跳，愣了几秒后，眼泪便开始掉下来。你说敢打我试试？我告诉我奶奶你要杀我。我气得笑出声，转身走进卧室，关上门，拿出手机拨给曹子安。你回家，我开门见山，我公司忙着呢，临时有培训。他语气不耐，你弟弟的儿子把我视频硬盘泼了水，摔坏了我的植物，在家里乱砸乱吼，你还要我等你下班？他沉默了1秒，你干嘛这么上纲上线一个小孩？你知谁？于茂，我深吸一口气，慢慢道，这孩子不该出现在我们家，这事儿你必须解决。他愣了愣，口气放软，行，我晚上早点回来。我没有回应，挂断电话后，我又给婆邹秀芝拨了一通。喂妈，我是若兰。哎呀，小兰啊，怎么样？瑞星乖不乖？我顿时苦笑，他不乖，他打人砸东西，还偷我手机充值游戏，现在我连视频都交不上。他哎呦了一声，语气转而埋怨，那你肯定没哄好孩子，他在我这儿从来不这样。妈，他已经不是3岁的小孩，他有错您就别一味护着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嫌他碍事了？你自己又没生，连照顾我孙子几天都不愿意。我心脏狠狠一缩，妈，您是不是把我当佣人了？我声音发颤，我也是人，也有工作，我不是你们家的应急保姆林若兰。她怒了我，告诉你，谁让你进的我们曹家门？这孩子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我一时说不出话，那头咣当一声挂断，我手里握着手机半晌没缓过神。到了晚上，曹子安果然早早回家，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善，甩下外套，一句话没说。你想说什么？我坐在沙发上问他，我妈哭了，她说她觉得你再变了，不像以前那么温柔。我当然变了，我抬眼望他，因为我现在明白了，温柔在你们家不是优点，是义务。他愣住了，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我可以帮你帮这个家，但我不是义务承担一切的人，我要的是尊重，不是被压榨。他站了一会儿，终于开口，明天我带瑞星去公司。我点头，不再说话。那一晚，曹瑞星在房间里翻箱倒柜，说自己找不到平板，我不理他。夜深后，他跑来拍门喊我，肚子疼，我要你照顾我。我打开门看着他，你爸在客厅，让他带你去医院。他一愣，抿着嘴，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慌乱。我不是你妈妈，我平静地说，也不是你奶奶，我只是你叔叔的老婆，你的小婶，你记住了。门缓缓合上，我望着自己在镜子里的脸，忽然意识到那个忍气吞声、温良恭顺的林若兰已经死了。我起得很早，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做早餐，而是默默收拾了一只行李箱，把几套换洗衣物、笔记本、电脑教学资料和一盒止痛药塞进去，没打扰曹子安，也没和曹瑞星打招呼，所有动作都轻得像个陌生人。我拨通了我妈的电话，妈，我想回家待几天。话那头顿了一下，继而传来他低低的声音，怎么了？你们吵架了没有？朝我轻声说，只是想静一静。那你回来吧。他顿了顿，把昨天还说想吃你做的豆腐蒸蛋。我心头一酸，应了一声好。我拎着行李走到门口时，正好撞见曹瑞星从厕所出来，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你去哪儿？我没有回答他，跟上来。你不能走，我要吃你煮的粥。我爸说你得管我。我回头望着他那双带着理所当然的眼睛，忽然一阵悲哀涌上心头。这不是孩子的错，是这个家庭从根本上教会了他世界该围着自己转。我蹲下身，语气温和却坚定，曹瑞星，我不是你的妈妈，更不是你的女仆，我也有自己要做的事，你该学会听话，而不是吼叫。他一脸呆滞地看着我仿佛第一次听见这种话。我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在出租车上，我将手机调成静音，关掉定位，甚至关掉了微信。我只想安静几天，喘一口气。以前每
一次争执后，我都选择原谅、包容、忍让。可这一次，我不想再继续做那个好说话的人。回到娘家，我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瘦了，我心口一热，鼻肾子发酸，可能是带孩子太累了，她没有继续追问，只接过我手里的包，轻声道：快进屋吧，正擦你小时候的钢琴，说你回来可以弹一首。我在娘家待了3天，这3天里，我做了很多事，去市场买菜、做饭，陪妈妈看电视剧，替爸爸检查血压，晚上一个人散步到旧书店，甚至还抽空重写了那份课程案例，顺利通过校常审核。但这3天我也没接到曹子安的电话，连一条微信都没有，他像突然间从我生活中蒸发了一样。第4天早上，我收到学校的一封邀请函，是教育局即将举办青年女教师成长与压力管理专题交流会，希望我能作为主讲人之一。我盯着那封邮件，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没有结婚，如果我没有嫁进曹家，也许我现在已经是副教导主任了。我拿起手机给曹子安发了一条消息：我今晚回来拿些东西。10分钟后，他回复行。那天傍晚，我回到家，屋子里一片狼藉，茶几上是糖果纸、果汁杯，破碎的积木，地板上还有脚印墙角。那盆曾经长得郁郁葱葱的吊兰只剩下一截秃茎。曹子安正在厨房煮面，一脸皮。是被你来了，我没回答，只走进卧室，拿出第2只行李箱，开始收拾我的冬装和2本证书。他在背后站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你真打算走？我没停下动作，我只回来拿东西。妈那边很伤心，说你太绝情。我冷笑一声，头也不抬。她伤心是因为少了一个免费保姆吧？她声音提高：你非得这么极端？我终于抬头看她，目光平静。我只是想活得像个人，而不是像一只24小时待命的家政机器人。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口。我拎着箱子准备离开时，她追出门：你要是不回来，那瑞欣怎么办？他不是我儿子。我转头字字清晰，请你记住这一点。但他是我们家的人。他低吼：你是我们曹家的人。我停下脚步，头也没回。曹子安，我是林若兰，我从来不是你们曹家的所有物。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头也不回地上了车。车窗外的街灯逐渐亮起，我靠着车窗看着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楼宇闪过，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和自由。这一刻，我知道我终于走出了那个无形的牢笼。事情真正的转折并不始于曹瑞欣摔坏我电脑那一刻，而是更早。个被谎言掩盖的夏天，那是去年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刚上完一个青年教师研修营的返程车，脸上还带着晒斑，手机就响个不停。若兰啊，能不能辛苦你一下把瑞欣接回去？2天。电话那头是邹秀芝，语气里带着一贯的和颜悦色。我和他爷爷实在走不开，广场那边组织了义工服务，我报名了，不能退我。正准备回家整理讲义，听他这样一说，实在不好拒绝。行吧，等我回去接乖好孩子啊。小兰，你真比亲闺女还贴心。听着这话，我心头虽有不适，却还是接下了曹瑞欣。但第2天下午，我出门倒垃圾时，在小区广场上却看见了另一个画面。邹秀芝穿着粉红运动服，腰上别着音响腰包，正和几个舞伴在跳茉莉花。我远远站着看他，笑着转身挥手踢腿动作娴熟一点，不像是要去做什么志愿服务的人。我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便拿出手机悄悄从窗边录下了几段他跳舞的画面。晚上我把视频发给曹子安，没有半句责备，只说妈说他今天做义工。他回得很快，他就想活动一下筋骨，别上纲上线。我心一沉，不是因为他父母心切，而是他压根不觉得我受了委屈。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一早，我朋友圈忽然炸开了一位在同一小区的前邻居发了条说配图家风好，加椒盐才是服。某些当媳妇的拍视频发给丈夫算什么意思？小舞台的快乐不该被偷窥警号，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底下评论是一片看不过眼，媳妇太小气了，老年人跳舞爱着谁了？我看到这条朋友圈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凉了。原来他不仅理直气壮的撒谎，还能反过来把自己塑造成被监视、被诬陷的被受害者。我本能的点开朋友圈想留言，但最终还是忍住了。那晚我在被窝里失眠到凌晨4点，脑海里反复闪过一件事：结婚。第2年除夕，他举着酒杯
站在饭桌中央对我说，小兰，你这孩子我喜欢，比我那没出息的儿媳妇懂事多了。当时我笑着接过酒杯说，妈，我会当自己是您亲女儿的。现在想想那句亲女儿不过是她在需要你承担责任时才说出口的口头禅，而真正出了事，你不过是个可以被利用的外人。那段时间我变得格外沉默，每次回婆家吃饭我都尽量找借口缩短停留时间。曹子安注意到了，却只当我在无理取闹。我妈年纪大了，说错2句你就记仇，你心怎么这么小？我没有解释，也不想解释。我开始有意与这个家拉开距离。我发现只要我不主动承担那些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根本没人愿意做。比如婆婆去医院体检不再打电话给我安排时间，而是让曹子安请假陪同。比如家里的年货采购，婆家群里不再拉我，而是改为请大儿媳帮忙。只是偶尔他还是会下意识地说，小兰工作清闲，做这些最合适。这些话我都装作没听见。我的生活开始悄悄往外抽身，但有些人不甘心你逃脱他们安排好的轨道。有一天放学后，我路过楼下水果店，听见老板娘和熟客议论那个林老师啊，人看着温温柔柔的，其实心眼多的很。听说他还拍了婆婆跳广场舞的视频去告状，则真是不识好歹。我顿住脚，心里升起一股羞耻又愤怒的感觉。我没有反驳，只是默默走远。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一个女人只要不肯逆来顺受，她就会被贴上很泼辣不孝的标签。而我似乎早已被定义好了。那晚，我在日记里写下几行字：我的婚姻像一个玻璃罩，外面看去光鲜透明，里面却窒息的让人喘不过气。回忆结束，我从书桌前站起来，走到阳台，远远望着那排熟悉的小楼，那个曾经我努力融入的家庭，正在我的记忆里一点点脱色崩塌。门铃忽然响起，是快递员送来的一本新书。界限，你如何对待自己，就会教会别人如何对待你。我拿着书坐回沙发，翻开第1页，扉页写着一句话：你若不主动划出界限，别人就会替你决定底线。我望着窗外，夜色温凉，一如我逐渐冰封的心。我今天得带瑞欣去公司，你在家好好休息吧。清晨，曹子安穿戴整齐，手里提着文件袋，另一只手牵着一脸不情愿的曹瑞欣。我没有多说什么，只点点头。他看我表情冷淡，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带着孩子出了门。我在阳台望着他们走远，心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至少今天不用听那个孩子在屋里乱吼乱叫。然而这份平静只维持了不到半天。中午时分，我正坐在书桌前准备下周的公开课教案，手机然震动，是曹子安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是一阵吵闹声和他压低的咆哮。林若兰，你到底怎么教的？瑞欣把我们部门的样品抬掀了，客户当场走人，领导差点让我们全组写检讨。我镇住，你不是说要带他去公司的吗？那也是你决定的，可他是个孩子啊，孩子犯错不是正常的吗？谁让你整天把他惯得无法无天的，我气笑了。不好意思，从头到尾是你妈在宠，是你哥在逃，是你自己在推我。什么时候惯过他？那边沉默了1秒，接着是一声低咒，你就是故意不配合。等着看我出丑是不是曹子安？我终于忍不住提高了音量，你怎么总是把别人的责任丢给我？你做父亲的哥哥，不管爷爷奶奶，不管你作为叔叔也甩手线。在孩子闯祸了，你又来骂我。电话那头传来玻璃摔碎的声音，曹子安低吼，我回家再说。随即挂断。我看着黑掉的屏幕，心里一阵泛冷。他没有说一句对不起，没有一句瑞欣有没有吓到你。他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我。到了晚上7点，他回家，脸色阴沉，脚步急促。曹瑞欣紧紧跟在后头，一脸委屈。我放下手中的书起呻吟上去，你怎么想的？我声音平静却带着冷意。他把公文包一丢，领导已经很不爽了。我今天差点被当场叫走。你知不知道那个样品台值多少钱？10几万。那你现在想怎么样？我双臂环胸，你得道歉。他盯着我，你给我领导写封信，说明你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愿意赔偿损失。我怔住，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你不是一直自诩善良有责任感吗？他咬牙，这事儿你不担谁担？我一步步靠近他，直视他的眼睛，你这是在推我下火坑。你怕被领导骂，怕形象受损，就想把责任甩给我。我不是孩子的母亲，我没有法律义务，更没有情感义务。你这个女人，她怒指我，你就会撇清责任，事事冷漠。怪不得我妈说你不
配生孩子，我整个人一阵心口仿佛被什么狠狠撕开了一道口子，良久，我笑了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原来你们一家早就有共识了啊！我不是个好媳妇，不是个合格女人，不配生育，不配爱护，不配原谅。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太重，试图缓和。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够了。我打断他，曹子安，我林若兰30年来从未被任何人这样侮辱。他愣在原地，脸色涨得通红。从今天起，我不会再替你们家承担任何事孩子的事，你找你妈公司的事，你找你老板我的人身不归你调度。我走进卧室，拿出那只未拆封的行李箱，慢慢拉开拉链。你又要去哪儿？他吼。我没搭理他，默默把换季衣物放进去，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凌弱。兰，他抓住我的手腕，你再敢离开这家门一步，我妈就跟你翻脸，我哥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弟妹。我望着他的手，一字一句，你以为我还在乎？他脸色巨变，松开撩手。我拎起行李走出房门，曹瑞星坐在沙发上，正抱着平板看动画片，见我走过来瞥了我一眼，嘴里吐出2个字，坏女人。我停下脚步，望着这个从未正学会尊重别人的孩子，缓缓蹲下身来。曹瑞星，记住，今天这个晚上，我温柔地说，从今以后你闯的每一个祸，你爸、你奶、你叔叔都要替你背。但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人再愿意替你擦屁股，你会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该为你的任性负责。他说不出话，只是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点。我站起身，拉开门，回头看了曹子安一眼，再见先生，愿你与那份家族荣耀好好相处。门缓缓关上锁舌，咔嗒一响，一段关系至此终结。楼道里灯光昏黄，我拖着行李箱下楼，每一步都比昨天轻盈了一些。我不知道前路通向哪里，但我知道再也没有比继续留在那个家更可怕的事。搬出曹家后的第一个清晨，我是在窗边看着阳光醒来的。住处不大，是我几年前租来做备课临时休息点的小公寓，20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昏黄的台灯，但这里安静干净，空气里没有小孩尖叫，也没有婆婆指责的味道。我泡了一壶玫瑰花茶，慢慢的翻开课本，隔了这么久，我第一次能完整听完自己录制的公开课视频，没有中途被喊去擦鼻涕冲牛奶。找遥控器，手机上班级群正在热闹地讨论教学观摩的日程，我默默打下一行字：若兰负责第3模块案例演示。发布后，我像是下千斤重负般靠在椅背上，可这片刻的平静很快被突如其来的私信打破。你是不是和子安分居了？听说你嫌婆婆跳广场舞丢人还报警了，我们都觉得你以前很温柔，怎么变的这么尖锐？这些话是从我大学闺蜜、邻居太太还有同事口中传来的。我苦笑一声，点进朋友圈，一条曹家嫂子失德弃家的转发图，赫然在幕配图是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的背影，像极了一场陶家戏码。文字不长，却句句诛心。年轻人自以为是独立，其实是不愿担当。婆婆病重，丈夫焦头烂额，还甩手走人。这样的家教谁敢娶景浩媳妇？不孝。景浩逃避责任，底下点赞和评论密密麻麻，熟人冷言热语，陌生人站队开撕。我成了那个甩锅女良薄妻，仿佛我的沉默与出走是对全世界道德的挑战。我靠，在沙发上忽然记起上次跟爸爸通电话时，他小心翼翼问我一句：闺女，你过得还好吧？要不回老家教书，咱不和他们逗了。我当时回答：爸，我不是在逗，我只是在活现在。想想那句话说得太轻了。这天傍晚，我接到一个视频通话，是我大学时期最亲近的好友李曼若兰。我能说句实话吗？她一边卸妆一边说：你现在这样真的很难看。我盯着她那张久违的脸，没有说话。我不是偏袒曹家，她继续：但你也太硬了，现在社会对女性是要求那么高，你又不生孩子，又不顺长辈，又拒绝牺牲别人，怎么看你？我笑了笑，语气温和。慢慢，你说的那些别人我都已经见识过了，他们永远不会问你受了什么，只会指责你没照他们的剧本活。他怔了怔，沉默了几秒。那你接下来怎么办？我望向窗外一点点暗下去的天色，缓缓道：我不打算回去了，至少现在不。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你知道这条路很难，我知道，但比留下更容易呼吸。他没有再劝，只点了点头。那你记得保护好自己。挂断电话后，我长长的吐
一口气晚上10点，我坐在阳台边，用笔在日记本上写下3行字：你不必向世界证明你值得被爱，你只需相信自己本就值得。就在我准备关灯休息的时后，手机震动了，是一封学校发送的系统通知，恭喜林若兰老师的课程方案入选市级优秀案例演示，请于周5上午录制演讲视频，上传教研示我评注。呼吸盯着那封通知看了许久，忽然眼眶湿润。这一刻我明白了，真正尊重我的从来不是某个姓氏或婚姻结构，而是我自己用努力争取回来的每一份成果，每一个认可。我点开电脑，打开那份备忘草稿，开始为自己的主讲内容写开场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于新中学的林若兰。今天我想分享的不只是教学方法，而是一位女教师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中找回自己指尖，在键盘上飞舞。那些曾经被压抑、被剥夺的声音，终于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我终于开始为自己而活。周5上午，育新中学多功能厅灯光明亮，我站在讲台中央，身穿一袭藏青色西装裙，神情从容。大家上午好，我是林若兰。今天我将分享的主题是在生活的边界中如何重新定义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脱离传统的教学内容，讲述自己的故事。很多人以为教师的生活简单纯粹，只与书本课堂孩子有关，但作为一名女性教师，我想说我们面临的考验远不止于此。我们要在家庭与工作的缝隙中奔走，要忍受来自社会亲属网络的多重审判。我停顿了一下，眼神平静地扫过台下的同仁们。当你不生孩子，他们说你自私；当你辞职带娃，他们说你懒惰；当你不照顾婆婆，他们说你不孝；当你任劳任怨，他们又说你不过是应该的。可我想问，在这个逻辑里，女性到底是什么？我声音不高，但句句铿锵。我们是人，是个体，不是家庭的免费劳力，也不是父权制下的道德代言人。一阵短暂的静默后，现场爆发出稀疏掌声，然后愈发密集。那一刻，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录制。完成后，我从后台走出，刚打开手机就看到几十条未读信息。婆婆邹秀芝，你马上删掉今天视频。我邻居全看到了，说你在会上抹黑家人，你脸还要不要了？曹子安，你到底想闹成什么样？你知道你妈刚才在小区差点晕倒吗？你满意了？大姑姐林若兰，你还有没有一点做人底线？当年我妈给你添嫁妆，现在你怎么还她的？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按下静音键，一条消息也没回。网络上视频已经被学校公众号转发不到半天，阅读量破万，有人点赞，也有人谩骂。有个叫育新家长小组的匿名账号评论，林老师居然把家庭问题带进公开演讲，完全不顾职业操守，孩子听了会怎么想？底下有人附和，公然诋毁婆婆，谁家愿娶这种儿媳？但也有人为我发声，他没有诋毁谁，他只是讲出了成千上万个女性的真实困境。我坐在咖啡馆角落，捧着手机，手指微微发抖，但眼神却越来越坚定。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走近，你说的挺好。李曼坐下，脸上不再有此前的质疑。我以为你会来骂我。我淡淡笑，看完你演讲后，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正站在你的位置看这个世界。我沉默了一下，抬眼看他，那你还站我这边吗？这一次我站他将一封打印好的邀请函递给我，是女教师代表巡讲团要你加入时辰巡回首站，就是江州。我愣住，指尖微微颤抖。你不只是一个被误解的媳妇，你是个能引发对话的教师。现在不说，什么时候说？我接过那封邀请函，眼前有些湿润。傍晚6点，我回到公寓，打开门，发现门口塞了一张便条，上面字迹潦草，却眼熟，是曹子安写的。我妈昨天住院了，她不肯见医生，说要你回去她才安心，你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回来一趟。我盯着这行字，心头没有任何波动。电话随即响起，是他，我求你了，回来见他一面，不然他真要出是。我沉默了很久，最终答道，我明天上午会过去一趟，但不是因为愧疚，而是因为我曾经爱这个家。第二天上午9点，我出现在医院，邹秀芝靠在病床上，头发蓬乱，眼神飘忽，看到我进来时立刻哽咽起来。若兰啊，你来了吗？不是想逼你，是这家真的不能没有你。我站在床边，没有靠近，语气平稳吗？我不是医生，
也不是要我是人，我会累会痛会崩溃，你们不能一边剥夺我作为个体的价值，一边要求我毫无底线的奉献。他的眼泪唰的落下，我知道错了，你就回来。爸，咱们家这回真没你。不行，我看着这个曾经一手维系着家庭秩序的女人，心里忽然泛起淡淡的悲悯。妈，我可以照顾你，但不是作为你儿媳，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人的关心。我顿了顿，但回去住是不可能的。曹子安站在门外看着我，眼神复杂。我走出病房，他追出来，声音压低：你真打算离婚？我转过身，语气清晰似的，就像你们一直说的，我不适合你们家。他瞪大眼呐，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平静地说，我打算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不再围着谁转。本段为是高潮段之一，主角从被动承压者到主动出击者的形象全面确立，逻辑与情绪流畅，衔接正面应对舆论与婆家压制，也正式展开与过往家庭关系的脱离。你想我继续写第10段及最终章结局落点与情感释放吗？这一段将聚焦主角自我复原与未来的全新选择。3个月后，我站在江州师范学院的多功能报告厅里面，对300多位来自全市各校的青年女教师讲完了女性边界意识与职业韧性那场巡讲的收官演讲，掌声响起。那一刻我没有笑，也没有激动的落泪，只是默默合上讲稿，像一个终于走完漫长旅途的旅人。在最后一块石板上轻轻站稳。散场后，一位年轻老师追上我，小心翼翼地问林老师，如果那时候你不走会怎么样？我转头看着他，有些意外。这个问题不会怎么样，我回答，我还是会继续讲课、带娃、包饺子、喂药、擦桌子，直到有一天突然醒来，发现自己不是我了。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然后轻轻拥抱了我一下。离开会场时，天刚好下起细雨，我撑着伞走在校园外的林荫小路上，忽然听见微信提示，音响起，打开一看，是曹子安发来的一张离婚判决书截图，最后附上一行字，判了孩子改由他亲妈接回我妈，这几天也搬去老宅了，不再打扰你，愿你如愿。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回。离婚不是一场输赢，它不是谁狠谁对，也不是对错的终审，它只是一个人在经历足够多的否定、沉默、压榨之后，终于则为自己按下重启键。我站在雨中，把手机塞进口袋，任雨丝打湿。发梢忽然想起那盆被曹瑞欣砸坏的琴叶榕，后来我扔掉了花盆，却将根茎小心养在玻璃杯里。没想到3个月后竟抽出了新芽。人生大概也是这样，在最不被看见的黑暗角落里悄悄重生，不惊天动地，却不可逆转。回到家，我照例泡了一壶乌龙茶，坐在那张小书桌前，打开电脑处理下一站行程的 PPT 资料。李曼发来语音，有出版社想和你签书约讲你的故事，你要不要考虑？我笑着打字回我不写伤口，我写成长。他回了个大拇指，又补一句，你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是的，我不一样了，不再纠结别人怎么看，我不再一味证明自己不坏，也不再为那些理应如此的角色感到负疚。我开始为自己穿衣、旅行、学习，也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宽容与局限。有时候人会梦见过去曹家的饭卓婆婆拿着保温壶笑盈盈地叫我夹菜，曹瑞欣拿着遥控车绕着沙发跑。那些日子并非全是痛苦，正因为掺杂了温柔，所以才更加难以割舍。但我知道我已经走出来了，不是逃离，而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出口。傍晚，我照例去小区后面的湖边散步。4月的风温柔清新，远处柳枝轻摇，阳光像是从水面起的金线轻轻缠绕我的手指。一个小女孩骑着滑板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又折回来，笑着说，姐姐你真好看。我笑了，谢谢她，歪着头问，你是妈妈吗？我缓缓蹲下，对她认真地说，还不是，但以后可能会是，也可能不会。她似懂非懂的咯咯笑着，又蹬着滑板跑远了。我看着她奔跑的背影，突然明白，所谓完整的人生从来不是依附谁拥有谁，而是你能自由选择，不被定义。就像那首我曾无数次在课堂上朗读给学生的诗句，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而如果没有心上人那也没关系，只要你还有太阳。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
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老公得了癌症，急需钱治疗，但公婆坚决不同意我卖房，旧人只允许我用房子抵押贷款，连他自己也不支持我卖房。我冷冷地说，那好吧，别治了，你就等死吧。当我和宋祖德打完第一场离婚官司的时候，他是然被查出肺癌，可他得知病情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自己去筹钱，而是来找我这个即将成为前妻的女人，满脸期待地说医院，说是早期还有希望，只是手估计治疗费用得10几万。他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你爸妈那边不是还有几十万存款吗？你先问问他们借我舅舅急我治好了，一定会还我无动于衷。是眼看着他见我没反应，便开始打感情牌。张小月，我们一起走了这么多年，你真忍心眼睁睁看着我死在你面前吗？我面无表情，关我什么事？我们马上就离婚了。他哑口无言，震惊地看着我，仿佛不敢相信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和我离婚？你还有没有良心？我翻了个白眼。不然呢？就因为你得病了，我就要成为高尚的道德模范，陪你共度难关吗？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为什么走到今天，走到离婚的地步？不就是因为你家人一直惦记我爸妈的钱吗？我和宋祖德是原恋人，从18岁恋爱到27岁，凡事都有商有量，所以那年我们结婚了。可结婚才3年，他就变了，变成了我完全不认识的妈宝男。是的，宋祖德还有个比他小4岁的弟弟宋月。我们结婚时，他父母嘴上说的好听，2个儿子都是亲生的，绝不会偏心。那时我对婚姻充满幻想，信了他们的话，结果现实狠打了我一巴掌。我和宋祖德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图彩礼，不过5万婚房也是我们婚前自己买的，我毫无怨言。但就在半年前，宋月结婚，女方开口就说18万8的彩礼，他爸妈答应了，给了我。原本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某天发现我们那20万的存款被宋祖德私下转给了他父母，才恍然大悟。他们不仅没做到一碗水端平，还让我和宋祖德成了出钱的工具人。我气不过，质问宋祖德，你凭什么不问我一声就把我们的存款借给你爸妈？他支支吾吾地说，老婆我弟弟那边必须要18万8的彩礼，可爸妈一时拿不出来，就先从我们这里借点，等婚事办完他们会还的。我冷笑一声，信你个鬼，你爸妈都退休了，靠退休金生活怎么还钱？结果宋祖德不但不自省，反而冲我吼，张小月，在你心里我家人就这么不堪吗？一家人不是应该互帮互助吗？我怒了，你少跟我扯。这些真是互帮互助，你怎么连一句招呼都不打？再说了，你忘了这笔钱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为了将来要孩子才存下的。他居然还理直气壮地回我，不我们晚2年生呗，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我弟因为18万8娶不到媳妇，我们还没闹到找他爸妈要钱的地步，第2天宋妈就自己找上门来了。他改往日和蔼模样，板着脸责怪我，张小月，都是一家人，我和你爸是真的困难才向你们借钱，你至于为这点事和宋祖德闹吗？我轻轻一瞥，妈先别急着扣帽子，咱们谁在为难谁心里都清楚。如果你和爸没有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借走那20万，我们会吵架。他一时语塞，但很快又冷着脸说，我都没说你是小两口偏心呢。然后他自己又提到当年的彩礼，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当年我们只给了你5万，现在宋月结完婚，我们再补你13万8，行不行？我不犹豫拒绝了。不行，你们想给弟媳多少彩礼是你们家的事，但不能拿我的钱去给她。一听我不肯退让，顿时炸了，什么叫你的钱？那是我儿子的钱，我儿子借我钱没毛病。我呸了一声，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他凭什么一个人做主？可他根本不听，和我大吵一架，吵不过之后还撂下一句，我管你什么夫妻共同财产，我只认这是我儿子借我的。说完就走了，还把我拉黑了。之后我都没来得及给宋祖德打电话，宋妈就先一步告了黑状。晚上他回家劈头盖脸就对我，张小月，你以前不是这么斤斤计较的人，我妈都快60了，你就不能让她？你知道她哭得有多伤心吗？她说了一堆，我才明白，原来宋妈吵输了，打电话在她面前哭诉我如何骂她，全家偏心宋祖德，最后拍板这钱我已经借出去了，我爸妈也已经把钱给弟弟媳妇家了，你别再揪着这20万不放，不要为
男我爸妈他们年纪大了，不欠你什么，当年咱们结婚只要了5万，还是咱们俩自己商量的，你别无理取闹。我呵呵一笑，你爸妈没亏欠我，我也从来不欠他们什么，他们没资格动用我的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擅自借走，这种行为谁能忍？宋祖德说了会还钱的，等他弟弟宋月结完婚就还，可你能不能别在这儿各节骨眼上揪着不放？但3天后宋月的婚礼热热闹闹的结束了，关于还钱的事，宋爸宋妈却再也没提一句，仿佛这件事从未存在过。更离谱的是宋祖德居然还一脸认真的和我谈备孕的事，我看着他冷笑了一声，宋祖德你还有脸提孩子，真怀上了，我们拿什么撑起这个家？我和宋祖德1年工资加起来也就20来万，每个月还要还3000多房贷，这就是我们当初没敢一结婚就要孩子的原因。想着先攒点钱再说，好歹孩子出生后不至于过得太拮据。可现在好了，存款没了，你还跟我谈生孩子，更别说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婚了。一部分原因是宋祖德私自把我们共同的积蓄借给了他爸妈，更大的原因是我无意中看到了他和他妈的聊天记录。那天是宋月结婚，宋祖德在弟弟婚礼上喝得烂醉如泥，我们回到家，他瘫在床上一动不动，可他手机不停地响，有工作信息，也有家族群发的红包。我随手拿起手机，刚点进去就看到宋妈转了2万块给他，紧接着信息像水一样哗哗涌来，你老婆太计较了，一家人不就借点钱吗？他这几天天天板着脸，就像谁欠了他一样。弟弟的婚礼他也笑不出来，是没见过钱，你娶的可是大学生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早知道他这么现实，当初就不该让你娶她。我当时脑子轰一下就炸了，整个人气得手发抖，刚准备对着宋祖德大发雷霆，结果语音还没听完，新的信息来了，儿子，我跟你爸手头确实紧张，你弟结婚花了我们不少钱，咱只能先还你2万，那也是靠走人情才凑出来的，剩下的钱咱真拿不出来了。你弟这些年虽然折腾，但好歹也算是定下来了，剩下那18万你就当是送他结婚的份子钱吧，你是哥哥，给点支持不过分。再说了，你岳父家条件不是比我们好点儿，说嘛，等你们要孩子的时候，你就跟你岳父那边说困难，让他们帮点忙，他们就张小月一个女儿，不可能不管吧？你真张不开嘴，等孩子生出来随岳父姓都行。我们把你和你弟拉扯大不容易，现在你们都结婚了，我们也该卸下担子了。你弟从小就没你机灵，也不如你懂事，可再怎么样也是你亲弟弟，有能力你就多帮衬点我。看着这一连串语音，气得笑了出来。我往上翻记录，想看看他们平时还说过些什么，结果聊天记录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这些骂我的语音。我的心咯噔一下，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我又打开宋祖德的转账记录，这一查惊喜连连。我们结婚这3年，他瞒着我3天2头往他弟那儿转钱，粗略一算起码有4、5万。我终于想明白了，那些所谓的家里急事，突然朋友结婚要包红包，原来都是借口。他的钱都流进了他弟那边，只不过以前金额小，我没在意，这次他动了我们共同账户，我才发现他知道我一定不会同意，所以才选择了先斩后奏。更可笑的是，我发现真相之后，他第一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冲我发火。张小月，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你趁我睡觉看我手机，我听了只觉得好笑。我以前是信任你啊，从没偷看过你的手机，结果换来的是你背地里赚走我们的积蓄。我反问他，你急着发火，不就是想先占个道德制高点，好反过来指责我？我越说越气，骂到宋祖德，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现在倒好，反过来质问我，你他妈还能再不要脸点吗？他大概是看我真的动怒了，语气软下来，老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盯着他，你妈说剩下那18万就当送你弟结婚了，你是答应了他？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我弟刚结婚，家里确实没钱，我现在去问爸妈要，他们手头哪有啊？难道是逼着他们去问弟妹要钱？人家才刚结婚，他们会怎么想？弟妹怎么想？我不在乎，我冷冷地说，我现在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让我当冤大头事儿。证明确实是他从头到尾都知道这笔钱借出去就回不来了。宋妈还的那2万不过是看我们吵得太厉害了，象征性的拿点出来堵我嘴，可是那是20说
万啊，不是20块。我和宋祖德刚吵完一架，他却像个闷葫芦似的坐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肯跟他爸妈说出口。我只好开了口，没想到宋爸宋妈立刻跑来，我们家气势汹汹的跟我大吵一场。宋妈一脸理直气壮的模样，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仰着头像个太后一样训斥我张小月。我告诉你，剩下的18万就算 C。我儿子孝敬我们的，你别再胡搅蛮缠了，还什么夫妻共同财产，你嫁给了我儿子，你的就是我儿子的宋爸也跟着附和长嫂如母，你和祖德现在帮帮宋月，将来宋月也会帮你们的一家人，别太计较了。我简直气笑了，偏头看了宋祖德一眼，他稳如老狗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仿佛这场风暴跟他毫无关系。我彻底爆发了，对着这对老赖火力全开，他们那一套不想还钱的说辞居然还能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真让我大开眼界。你们居然还拿什么长嫂如母来说，是宋月是我儿子，还是你们死了要我出钱给他娶老婆？我翻了个大白眼，别拿年纪大来压我，要么还钱，要么法院见。宋妈一听我要告他们，立刻哭了出来，边哭边指责宋祖德。宋祖德，你看看你娶了个什么恶毒媳妇，他不仅咒你爸妈，还要把我们告上法院，他还有没有人性？而宋祖德呢，在他妈哭出来之后，终于开口，老婆你能不能别说那么难听？不能。我毫不客气地怼回去，你脑子有坑，想当提款机，你别拖上我一块，让我闭嘴，这钱就不用还了是不是？我一句比一句猛，宋祖德终于被我激怒了。张小月，不就是18万吗？你怎么还没完没了？那是我爸妈，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咄咄逼人？我看着眼前气急败坏的宋祖德突然没了争吵的欲望，脑子里只剩2个字：离婚。毕竟宋爸宋妈已经摆明了以后肯定会偏袒宋月，把我和宋祖德当提款机压榨。现在宋祖德也表了态，他心里只有他的爸妈和弟弟，我们这些外人不过是能出钱出力的工具人罢了。继续和他过下去，我不仅要受苦，还得拖着我爸妈一起吃苦，这种冤大头谁愿意当谁当，反正我不当可当。我提出离婚时，宋祖德竟然觉得我小题大做，他还反过来教育我，张小月，你是独生女，你不懂亲兄弟之间哪能玩，全部帮我，懒得和他废话，你爱怎么帮是你的，事先把我那一半18万还我，还有你这些年瞒着我给你弟赚的钱一并还清，不然别怪我打官司。但不管我怎么说，宋祖德就是不同意离婚，也不敢跟他爸妈提钱的事。他见我态度强硬，居然以为我是在拿离婚威胁他。他试图商量，老婆，这样吧，以后我的工资全都交给你，每个月你给我几百块零花钱，剩下的都是你的，你爱怎么花我不管。这次就算了，就当是给我弟结婚的礼金好不好？他那边你也知道，确实困难，你就给我个面子，不给我一口回绝。我省吃俭用3年，不是为了成全你的面子房贷备孕未来的孩子，我省了那么久的钱全被你拿去撑你弟的场子，说了他的面子那么值钱。更离谱的是，宋祖德和我僵持了1个星期后，居然跟我谈起备孕生孩子的事。我冷笑他不是没睡醒，就是他爸妈又在背后出馊主意，想拿孩子绑住我结婚。那会儿他们催生不止1次，我们不理，就是因为有自己的打算再说。我们也没跟他们住一起，那点催促根本不痛不痒。我没跟宋爸宋妈因为这事闹矛盾，但现在连宋祖德也提这事儿，我直接爆了粗口，生你二大爷！你不同意协议离婚，那咱们就法院见我们。没孩子离婚还算简单，财产也就那套婚房，那18万外债和他背着我转给他弟的4、5万。最终我们协商失败，打完第1场离婚官司后，第3个月我正准备打第2场，他突然从医院带回一张检查报告，肺癌。他拿着检查结果来我娘家找我，我冷冷看着他那张脸，苍白如纸，手在发抖，眼里全是哀求。小月，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但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他声音颤抖，医生说如果及时治疗还有很大希望。我爸妈站在我身后，表情复杂。我妈叹了口气，小月，要不我打断他，你忘了他们一家是怎么算计我们的吗？宋祖德突然跪下，小月，我求你了，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我冷笑，感情你背着我给你弟转钱是想过感情吗？你爸妈骂我斤斤计较时想过感情吗？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宋妈打来的。张小月电话那头传来她尖锐的声音，我儿子都这样了，你还见死不救，你还是人吗？我开
免提反问，那您说我该怎么救你？不是有房子吗？卖了给我儿子治病啊。我挑眉一笑，那您和宋爸的房子怎么不卖？我们那是养老的房子。宋妈理直气壮，再说了，你和我儿子还没离婚呢，你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我低头望着跪在地上的宋祖德，眼神冷冷，你也是这么想的？他低垂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沉莫不语好啊，我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却藏着锋利。我可以卖房子，但我有一个条件。宋祖德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一块浮木。让你爸妈先把那18万还回来，我一字一句地说，还有这些年你偷偷转给你弟弟的钱通通吐出来，否则免谈。电话那头宋妈像被点了炸药包，尖声骂道，说张小月，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儿子都快死了，你还惦记那点钱。我冷笑，那笑声里带着刺骨的凉意，那是我和宋祖德攒着准备要孩子的钱。再说了，您不是总说我们是一家人吗？既然是一家人，您出点钱救儿子不是天经地义？宋妈顿时语塞，接着开始哭天抢地、撕心裂肺的嚎造孽啊！我儿子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指尖冰冷。宋祖德瘫坐在地上，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浑脸色灰败，眼神呆滞。小月，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我蹲下身子与他平视，眼神如刀。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如果你当初没有背着我转账给你弟弟，如果你爸妈愿意还那笔钱，我们现在手里就有足说够的钱给你治病。他瞳孔一缩，唇角颤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缓缓站起身，冷冷地说，别怪我无情，要怪就怪你自己，还有你那一群像吸血鬼一样的家人。话音刚落，我转身就要离开，宋祖德忽然扑过来，紧紧抱住我的腿，声音带着哭腔，小月，求你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猛地甩开他，眼神里只剩下冰冷。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律师打来的电话。张小姐，好消息，法院已经受理了您的2次离婚诉讼。对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考虑到您丈夫的身体情况，法院可能会加快审理进度。我看了眼瘫在地上的宋祖德，嘴角微微扬起，听见了吗？我们很快就能彻底解脱了。走出家门的那可我身后传来宋祖德撕心裂肺的哭声，仿佛整个人都碎裂了。我没有回头，有些人不值得同情，有些婚姻早该结束。5年后，林若兰成了江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客座讲师，同时是玉心女师边界讲堂的发起人之一。她不再住在那个潮湿狭小的小公寓，而是在市区西南边买了一套2居室的小房子，阳台有光，每天清晨他会准时泡茶，打开窗子让阳光和空气一起灌进来。秦艳荣如今已经长到1人高，被他重新换进了陶瓷白盆，绿意盎然，就放在书房门口，像一个曾经被放弃过的小愿望，如今也终于长成了模样，生活平稳。而静默他很少再提起那段婚姻，不是刻意回避，而是那些痛苦早已被时间磨成钝感，像一块边角圆润的石头，偶尔从记忆河床下泛起，但早已不会划伤心口。他在教学之外也偶尔受邀做心理脱口秀的嘉宾，讲讲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建立边界，如何在亲密关系中拒绝无形的索取。他始终不说反抗、争斗这些字眼，他更常用的词是取回你，要取回属于你的耐心、声音、热情、判断力。空间以及你的时间，观众常常听得安静，最后报以长时间掌声。有一次录制完节目，有个穿着灰色卫衣的小男孩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条，阿姨，我妈妈经常看你的视频，他说你让我上学有书读。他接过纸条，上面画着一棵很大的树，底下写了歪歪斜斜4个字，林老师加油。他眼眶有些湿了，揉了揉男孩的头，谢谢你。那晚他在朋友圈发了张纸条的照片，配文很短，如果我不是那个合格的儿媳，至少我可以是个不坏的大人。评论区安静，只有一个，署名为曹晚 X 匿名账号留言，那个孩子后来有一天说谢谢小沈，他记得他没有回复。夜晚他坐在阳台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脑子里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平板都不会关的熊孩子，如今也该读初中了吧？他会不会也在作文里写到某个总是提醒他责任与选择的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他知道有些种子是在人最
不懂事的时候悄悄埋下的，等长大了会在某一场雷雨之后突然破土而出。某个春天的午后，他去参加一场大学生心理公益讲座。讲座后有个研究生来找他，林老师，我很想做关于女性非母职角色认同的毕业论文，您能做我的指导老师吗？他点头，年轻人，眼睛发亮，您一直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前辈。他笑笑，前辈不敢当，不过如果你愿意听我讲几个旧故事，我们可以慢慢开始。那天下午，他们在校园的小咖啡厅聊了很久，从弗洛伊德到傅雷家书，从2年生的金智英聊到苏童的黄雀记。他忽然意识到，那个曾经渴望被看见、渴望拥有一个归属的林若兰，已经在自己身上找到了所有答案，不再需要从别人身上借光他自己。就是一盏灯回家的路上，他买了2根鸡蛋灌饼和1碗甜豆花。回到小屋时，天已经微暗，他打开灯，屋子里亮起温暖的黄色光晕。手机提示音响了一下，是邮局的取件通知，一本他参与合著的新书样本。寄到了，书名很简单，叫他不是坏人。他走过去，拿起快递，轻轻划开包装第1页，页上印着一句他亲自选的句子：在人间烟火里，他没有讨好谁，但仍选择善良的活着。他把书放上书架，排在一排教育心理学书籍旁边。屋外的风吹过，琴叶榕叶片轻轻摇晃，像是一种回应。他站在窗前，忽然低声问自己：你现在幸福吗？他没有立即回答，但下一秒，他转身把水壶注满，把茶叶放入壶中，轻盖上盖子，风静光缓，茶香腾起。他知道答案是的，我在过我自己的日子，那就已经够好了。